魏无羡坐在等待办理业务的长椅上，手里拿着离婚协议书，翘着腿等着蓝忘机。他心情甚好，再过一会儿，他就要恢复自由身了。现场办理离婚的其他夫妻，要么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，要么就撕破脸皮冲对方冷嘲热讽，甚至破口大骂。都很难想象两个人刚准备领证时候是何等的开心。不过和蓝忘机领证时，魏无羡也称不上开心。魏无羡性格张扬，蓝忘机性格沉稳。魏无羡闹腾，蓝忘机喜静。魏无羡叽叽喳喳说不完的话，蓝忘机则是能说一个字绝对不会说两个字。就连饮食也是一个无辣不欢，一个清淡至极。最不般配的两人，却因为蓝魏两家的家族联姻硬生生捆绑到了一起。生活习惯不同，兴趣喜好不同，哪都不对胃口。忘机人还是很好的，他工作忙，你多体谅他一下。藏色这样劝过，既然结婚了，就好好过日子，不许胡思乱想。对于蓝忘机，魏无羡心里还是认可的，智商高不说，人长得还很好看，所以说到结婚时，他并没有反对。可婚后生活两人就是合不来，他知道蓝忘机不喜欢他，不对，蓝忘机应该是讨厌死他了，恨不得把魏无羡立刻踢出自己的生活。魏无羡和蓝忘机作息相反，蓝忘机每日早早起床，用完早餐雷打不动去公司处理公务。而当蓝忘机提着公文包准备出门时，魏无羡才结束潇洒的夜生活，晃晃悠悠回家。魏婴闻到魏无羡满身酒味，蓝忘机就忍不住皱眉头，干嘛？不喜欢呢？魏无羡故意凑得很近，语气满是挑衅。蓝忘机沉着脸把他推开。魏无羡也不恼，哈哈笑了两声，进屋准备洗个澡睡觉。下午下班回家时，魏无羡顶着一头凌乱的头发，随意套了件松松垮垮的 T 恤，双腿大敞着躺在沙发上打游戏。听到蓝忘机回家的声音，眼皮子也懒得抬一下。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，又看了一眼满茶几的空啤酒罐，也不理他，径直去厨房做晚饭了。谁能想到，堂堂云深集团的副总裁，回到家还要自己做饭。魏无羡在家窝了一天，尽吃些薯片零食，又喝了一些啤酒，早就肚子空空。可当蓝忘机将饭菜端上桌时，魏无羡的食欲却没了。餐桌上不是白水煮菜，就是清蒸鲈鱼，白花花绿油油一片，看得魏无羡胃里发酸。吃吧，蓝忘机低声说。魏无羡没有胃口，给面子勉强挑了2口白米饭送进嘴里，便放下筷子说不吃了。蓝忘机依旧小口小口地吃着，没有说话。晚上，蓝忘机准备就寝了，魏无羡还拿着手机看游戏直播，十分来劲。魏婴，啊，抱歉，你要睡觉啦。魏无羡的语气没有半点歉意，那我去客房睡，不打搅你了。说完，就翻身下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我只是想多玩玩手机啊，谁让蓝湛睡那么早？魏无羡等得有些不耐烦，站起身来回踱着步。生活作息不同，兴趣爱好不同，就很难有共同语言吗？魏无羡心想，很多情侣分手的时候不是都说我们性格不合吗？这不就是我和蓝湛的真实写照吗？他俩能结婚后2年才提离婚，也算是奇迹了，因为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。魏无羡惊讶地回头，发现有个女的在打电话，痛斥老公婚内出轨。蓝湛在外面会不会有别人呢？魏无羡苦笑了一下，怎么可能？婚后两人的房事都是魏无羡比较主动，但最后都是蓝忘机更卖力，把魏无羡搞得腰酸背痛，第2天绝对下不了床。但若是魏无羡不提，蓝忘机也不会提，更不会强迫他。蓝湛为什么不肯主动呢？蓝湛会不会主动呢？魏无羡心生一计，故意一段时间不去招惹蓝忘机，带人回家了，掀起眼皮打个招呼，就假装一直玩手机打游戏。可蓝忘机真沉得住气，果然一连2个星期没有碰魏无羡。魏无羡不死心，他假装沐浴完忘记拿衣服，直接光着身子走到房间，躺在床上翻身时有意无意地蹭过蓝忘机的小腿，睡觉时还装作无知觉往人身上拱。有一天晚上，魏无羡甚至直接趴在蓝忘机身上。魏婴，下来。魏无羡假装睡着了，不吭声。那你就一晚上这样吧。后来，
魏无羡不小心真的趴在蓝忘机身上睡了一整夜，但对方始终坐怀不乱，不为所动。一方面在床上凶得要死，一方面又能忍着2个星期不碰他。魏无羡彻底无语了。既然如此，以后我就真不主动了。于是两人亲热的时候越来越少，在离婚前半年里，两人几乎没有行房事。魏无羡也彻底乏了，反正他狐朋狗友一大堆，一天到晚尽情在外喝酒享乐也未尝不可，偶尔回魏家帮帮老妈的忙也可以消磨时间。渐渐的，蓝忘机在他生活里的比重越来越低，到后来演变成即使没有蓝忘机也无所谓。一日，魏无羡在魏家待了1周，好不容易大半夜才想起回到自己家，推开门时，发现蓝忘机一个人静静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他。怎么不睡？魏无羡瞥了对方一眼，纯属礼貌地随口问道。魏婴，低沉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无比清晰。